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我们已经开始对木房子进行改造了。上一期的视频呢，我们把屋顶上的瓦片全部放下来，然后呢，清理了房间内部的一些碎瓦片，全部回填到院把的那块区域。那今天呢，早早的我就去城里面再买一些材料。师傅们呢，在昨天下班之前啊，已经把房子的基础给做好，并且今天早早的呢，就过来把整栋木房子给升高了。现在呢，基本上整个框架呢都做好了。这身后呢绑了一根绳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固定拉扯，防止呢房子可能会倒向那边。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啊还是非常有经验的。当然这也是离不开我们这几个老师傅平时经验还是非常足的。那现在呢，师傅他们正在换一根坏掉的立柱，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。这几天啊，我们都在这边煮饭，比之前在木房子里面好多了，环境也是特别好的，可以看到江面，而且这边啊吹着风，还是比较凉快的。今天早上啊又下了一场雨，所以到了这个月份，温度会慢慢的降低了。之前我就给大家说过，连续下这么几场雨，可能我们这边山上就会长蘑菇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早早的再来看一下这栋木房子，和上一期视频是不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？整栋木房子已经全部升起来了。地角方呢已经完全离地，大家看到了吧？每一根立柱的下方，我们昨天是加班加点挖了深坑，然后打上了混凝土。经过一个晚上的凝固，混凝土呢完全坚硬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些垫脚石放在上面，整个立柱呢再放在垫脚石之上。相当于啊，整栋木房子就升高了将近有30多公分了。以前啊，地脚方是基本上是紧贴着地面的，现在就相距了几十公分。后期我们铺木地板，底下再做通风的处理，这样子木房子它就不会很容易的去腐烂了。那边呢还没有完全升高，正在一步一步的去做。这边调整了高度之后啊，我们还要统一打上水平线，防止有倾斜的位置，还要进行处理。看刚才我说的那根绳子，就是绑在那根立柱之上，拉过去，防止呢这边的排扇它会倾斜。我们都是一边一边的换。昨天把这里换好了之后啊，今天呢又要把这根立柱换了，然后要把底下的垫脚石拿出来，再挖深坑，再打上混凝土。明天呢继续来换这边。之前这根立柱是完全坏掉了，现在给它换新的，还要换2块挑手。之前也是叫木匠师傅啊给我们做好的挑手，都是从城里面买过来的材料。这边的木墙板也拆掉了，背后的墙板呢也是拆掉了，所以整个房间就显得很宽了。这边的墙面是不准备拆的，后期装修我们再进行处理。
还是要用到方法，用一根领子，上面呢绑上绳子，2个师傅在上面拉，底下有个师傅在固定，像一个木锤一样的，这样子用起力来就比较好用。一点一点的敲进去，还掐将近有7、8公分左右。那边是地，现在可以靠得进去的。不行，不行了，它是放球了。靠不进去也靠了，靠不进去也靠。那给要是给他扣吧。哦，不行了。咋走的？把那个纸箱子给他带回去。放子，这个鞋刚刚都把碰到一样。看木房子连成一个整体，这样子用力的去敲，它也是不会倒的。榫卯结构就是这一点非常好。其实啊，木房子整个框架看起来是挺简单的，感觉好像是到处透着风，但是木房子装修好了之后，它还是非常适合住人的，尤其是上了一些年纪的老人。住在木房子里面呢，它是干燥舒适，冬暖夏凉。所以现在我们湘西这边啊，像农村里面，只要条件比较好的，基本上新建的房子，木房子还是建的比较多。要先把主体这些全部处理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进行放这些楼枕。放好楼枕之后，把整栋房子调整好，然后呢，再换上领子，钉上瓦条，才能够开始盖瓦。差不多了。差不多，严丝合缝，不能够太紧，也不能够太松。看师傅的手艺还是非常好的，这根是新的立柱，后面呢是旧的立柱，也是瓜子，你看，新旧相结合，做的是严丝合缝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呢我们叫做衣穿坊。这个位置啊，已经也是腐烂掉了，所以这块也是需要换掉的。扣一点红点扣，不管的。啊，太近了，外头不要贴这个嘛。没有。后期啊，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就要处理好这些墙面，砖墙和木板墙相结合的位置，我们要进行处理。以后呢，住在木房子里面，尽量的是看不到这些砖墙的，争取要做的严丝合缝吧。所以啊，这些都是靠师傅们的手艺。从家里带过来的木梯还是非常实用的。这个天气啊，早上下了雨，现在又开起了太阳。朋友们，那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